美国海军陆战队出征伊朗。相比于单纯的空袭，这支部队能做的可就太多了，能为油轮护航，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最重要的是可以直接参与袭击并夺取岛屿，尤其是被伊朗视为经济命脉的哈尔克岛。不同寻常的是，美国为什么要从日本调兵？把美国海军陆战队调到中东能做什么？难道美国真的已经做好准备要与伊朗进行地面作战了吗？之前的商业卫星拍摄的照片显示，迪利波里号已经航行至台湾附近海域，正在全速穿越南海，预计再有1周左右就能抵达阿拉伯海。迪利波里号2栖攻击舰可以携带 F-35B、MV-22 鱼鹰、AH-1Z 蝰蛇以及 CH-53K， 制空对地应有尽有。随同一起出发的海军陆战队员也不是什么简单的部队，这支部队的全称是海军陆战队第31远征队，他们长期驻扎在冲绳，是美军唯一一支常驻海外的远征部队，编制大约2200到2500人。听起来人数不算多，但这是一个3位一体合成化部队，既能地面作战，还能执行航空突击任务，也可以提供后勤保障，具备在恶劣环境下独立作战15天的能力。而这也正是这支部队被调派的原因。就火力军来说，这次军事调动的根本目的就是利用第31远征队的全能，保证霍尔木兹海峡的畅通无阻。随着战事的发展，现在的伊朗学聪明了，开始改变战术。过去10多天，美伊的空袭重点摧毁了伊朗大型海军舰艇，打掉了伊朗的防空系统。伊朗发现自己根本拼不过，于是转而把主力撤回到霍尔木兹海峡沿岸，试图通过封锁海峡对美国施加国际压力。而他们选择的方式就是布雷。为了防止被美军盯着打，他们选择用快艇来布雷。这些快艇体型小，速度快，雷达上很难发现，平常可以利用岛屿当作掩护，一旦发现机会，就可以成群结队地袭击过往油轮。美国也不是解决不了这些快艇，但是如果把航母和战机的注意力分散到这上面，跟大炮轰蚊子有什么区别？实在是不划算。这时候，海军陆战队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根据《纽约时报》报道，一位了解这支部队作战能力的退休高级官员说，五角大楼完全可以派这些陆战队员对伊朗靠近海峡的群岛发起快速登陆作战。第31远征队作为海陆空3位一体的作战集团，他们有自己的 F-35B 战斗机，可以提供空中掩护，有自己的鱼鹰运输机，可以搭载步兵垂直登陆。陆战队员本身又具备地面攻坚能力，上岛之后直接清掉伊朗的观察哨和快艇补给点，然后打完就撤，不给对方任何反应时间。这意味着伊朗那些藏在岛后面的快艇再也不是躲在暗处的老鼠了。伊朗必须分兵去守住那些岛屿，必须把防空力量往前推，必须考虑一旦美军登陆，岛上那些守备部队能撑多久。这样一来，伊朗原本集中的力量就被稀释了。过去2周，伊朗能跟美军对轰，靠的是把所有导弹无人机都对准一个方向打，现在得4处设防，战线一拉长，漏洞自然就出来了。这种蛙跳战术的成本比高强度空袭低得多，而且能从根本上掐断快艇的骚扰源头，算是目前性价比最高的行动。风险当然有，万一岛上伊朗有埋伏，或者登陆过程中快艇从海上包抄过来，就是一场恶战。但是比起好处，这种级别的风险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除了登陆作战，海军陆战队还可以利用部署在舰艇上的电子干扰车实施反无人机作战，同时为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和其他商船提供直接护航。这个任务说白了就是给商船当保镖，既能展示美国保护全球能源通道的决心，又不会直接跟伊朗地面部队发生冲突。这种打法优势很明显，不用登陆，不用占领，就在海上跟伊朗玩猫捉老鼠的游戏，风险相当可控。但劣势也摆在那里，护航是被动的，你得24小时盯着雷达，防着那些不知道从哪个角落窜出来的快艇。这是一个能见效但累人的选项，而且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真正能一劳永逸的办法还是主动出击。不过如果只是为了清除快艇护航就调派这样一支部队，显然有些大材小用了。这支部队还可以承担更多责任，比如夺取哈尔克岛。这个选项一旦落地，战局性质就彻底变了。哈尔克岛是什么地方？它是伊朗90%石油出口的咽喉，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就拴在这座岛上。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在3月16日的报道，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直接夺取哈尔克岛这个选项。美国官员透露，如果伊朗继续扣押油轮或者封锁海峡，特朗普倾向于直接控制这座岛。只有拿下这里，才能真正打击到伊朗的经济命脉。在此之前，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亲口承认，美军已经对哈尔克岛的军事目标发动了大规模轰炸，摧毁了军事设施。
但他特意交代五角大楼暂时别动岛上的石油设施。这话听起来像是留了一手，但更像是最后的警告。如果伊朗依然负隅顽抗，一旦特朗普下令，一旦第31远征队登陆哈尔克岛，他们可以利用 CH-53K 重型直升机调运装备，用 F-35B 提供空中掩护，陆战队员清剿残敌，然后控制这个关键的石油出口点。这个行动的优势太明显了，一旦拿下哈尔克岛，伊朗的石油出口立马归零，财政收入瞬间断流，德黑兰连一周都撑不下去。而且这座岛的面积也就20平方公里左右，非常适合第31远征队这种合成化部队发动快攻，这在理论上是完全可行的。但是同样要考虑风险，伊朗议长卡利巴夫早就把话挑明了，袭击海上边界岛屿就意味着全面战争。伊朗在岛上部署了自毁装置，一旦美军登陆，伊朗很可能引爆全岛的油气管线，到时候原油泄漏引发的生态灾难比战争本身还可怕。而且这座岛距离伊朗本土也就几十公里，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可以24小时盯着打，美军想守住这座岛，就得源源不断地往里填人填装备。所以哈尔克岛这个选项战略价值极高，但风险同样极高，这是一步险棋。一旦走错，整个海湾的石油设施可能全得陪葬。最后一个选项也是外界最关注的一个，就是夺取浓缩铀，彻底废掉伊朗的核能力。这个选项听上去最刺激，但实际操作起来可能性最低。目标自然还是伊斯法罕的核设施，那里存放着伊朗的高丰度浓缩铀，但这个任务有几个没法绕开的坎儿。伊斯法罕在伊朗内陆深处，距离海岸线几百公里。第31远征队是2栖作战部队，他们的鱼鹰运输机航程有限，没有陆上基地支撑，根本飞不到。而且这些核设施藏在几十米深的地下隧道里，外面还有防空导弹和革命卫队重兵把守，让2500名陆战队员去啃这样的硬骨头，等于让他们去送死。更重要的是，这种特种作战本来就不归海军陆战队管，真要动手，更可能交给以色列的特种部队或者三角洲部队。第31远征队能做的，可能是提供外围支援，或者是在特种部队突入之后，负责守住关键通道，确保撤退路线。但这事儿的政治风险实在太大了。一旦美军地面部队进入伊朗本土核设施，伊朗国内的反应、国际社会的态度，全都是不可控的因素。所以综合来看，第31远征队能做的，主要还是清理快艇，为油轮护航，在必要的时候夺取哈尔克岛。除了这些实质行动，把这支部队从亚太调到中东，本身还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这场仗，美国还打算继续打下去，而且准备换个打法了。战事持续这么久，有很多人觉得美国迟早会将注意力转移，迟早会主动撤离，但这种判断显然低估了特朗普的决心。自2月28日冲突爆发以来，美军已有13名士兵死亡，超过140人受伤。仗打到这个份上，美国人不可能拍拍屁股走人。国内那帮保守派虽然厌恶战争，但他们更不可能接受美国大兵白白送死，所以美国不可能草草收场。再加上特朗普在中东投入了这么多政治资本，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绩，空袭了6000多个目标，炸掉了60多艘伊朗舰船，现在就差最后收割成果。如果这时候退了，那前面的一切都白费了。把第31远征队从亚太调过来，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信号。伊朗换战术，美军同样可以换，大不了就是持久战，继续耗下去。伊朗一定耗不过美国。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支部队的性质也揭露了美国的底线。地面战可以有，但必须是有限度的，不是伊拉克那种10几万大军推过去，也不是阿富汗那种打了20年撤不回来，而是小规模的打完就撤的登陆作战。第31远征队能打能撤能补给，看起来十分全面，但它只能独立作战15天。这时间可以发动一场突袭，可能够占领一座岛屿，但绝对不够征服一个国家。这就是特朗普的逻辑，用有限的地面投入换取最大的战略收益。因此，这2500人的投入就是来打一场短平快的，而这2500人的入场也宣告了这场战争逻辑的转变。之前2个星期，美军打的都是空袭，飞机扔完炸弹就走，伊朗人躲起来，过几天又出来。但现在地面部队来了，性质就变了。伊朗要面对的不再是单纯的空袭，空袭只是挨打，挨完打就过去了。如果第31远征队的舰艇停留在近海，陆战队员随时可能登岛，这种地面威胁和空袭完全不是一个量级，而是极有可能发生的领土争夺。面对训练有素的海军陆战队，伊朗还有还手之力吗？卡利巴夫的喊话确实狠，但是如果他们不在乎那些岛屿，如果他们没有感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根本没必要发出这样的威胁。当然，最直接的影响还是霍尔木兹海峡。如果第31远征队真的要如预期一样行动，一旦进入角色，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再是单纯的海上航道，也不是伊朗握在手里的王牌了，而是会变成双方作战的前线。美军的 F-35B 和鱼鹰机群就在近海盘旋，陆战队员随时可能从天而降，登上伊朗岛屿，而伊朗的快艇则躲在暗处，随时准备扑出来咬一口。这样的对抗持续下去，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大概真的要易主了。
现在迪利波里号还在往西开，2500名陆战队员还在海上漂。接下来1周，他们会停在哪片海域？到底会做什么？全世界都在等待。但有一件事已经清楚了，这场仗离结束还远。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第31远征队抵达中东后将会采取什么行动？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